就是除夕夜没陪你，别闹了。没有呢。行了，我没空听你胡编乱造。今晚会下雪，嫣然腿脚不便，我得去陪你。别忘了，嫣然的腿是因为你才断，你能冷也好，我做不到。我会死的。像你这么惜命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死？为何深爱叫人扑空？为何爱我就与我牢笼？为何等待都徒劳无功？为何承认这语言相空？我死了。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我嫣然，我的腿没伤，你是在骗我吧？这个贱人！我是我本是四魂哥哥的孩子，生来就他要感谢我，送你和孩子一起下地狱，让你俩做个伴。死人会疼吗？还有更疼。这瓶硫酸下去，我有你做鬼，最丑的那一个。这下谁也认不出你这具尸体。这里的，在那个区。死者是被环卫工人发现的，面部严重毁容，在他身上也找不到手机和身份证。这附近的监控我也查过了，没什么有用的信息。再加上昨夜下了一夜的大雪，所以很多证据都被破坏。老婆，我需要你尽快向我提供死者的信息，帮助我们侦查。四号，四号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这个地方是缅国有名的红灯区。是。这附近做皮肉生意的很多，鱼龙混杂。大半夜穿成这样出现在红灯区，很有可能是站街女，可以从这个方向入手展开调查。我不是，是宋嫣然把我骗到这里了。我穿成这样，是为了和你约会。这方面我会查的。还有呢？
致死原因初步判断是锐器多次插入腹部导致的失血性休克死。凶器应该是把水果灯，具体情况还要回去做解剖，做进一步调查。是宋嫣然，是他杀了我和孩子。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晚上12点左右，应该是除夕夜放烟花的时候。求求我！江淼，不就是除夕夜没陪你，别闹了。思豪，你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应该就是巧。老婆，老婆，乐什么呢？没事儿，把尸体运回法医室吧，做进一步检查。死者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，性别女，体长168，体重48公斤。江苗也差不多够了吧？我发现你很关心我了。说什么呢？那全世界谁不知道江苗喜欢你？我哪敢有非分之想？不说这个了，有什么办法能知道死者的身份吗？死者面部遭受过强酸严重侵蚀，原本的面容根本无法辨认。想要辨别死者的身份，只有通过高精度面部识别。思豪，是我呀。行，我马上联系这方面的专家。这凶手如此残忍的破坏外表，应该是对受害者有嫉妒或者仇恨情绪，所以很有可能是仇杀。死者右手呈断离状态，右腕有明显的切割痕迹。凶手为什么唯独要取掉右手？很有可能，死者的右手有能辨别身份的明显特征。思豪，我的右手手掌有为你受过的伤，你会想起来的，对吗？陈教授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有刀你也敢上？我怕你受伤嘛。江淼，江淼，我是想起上次江淼徒手切断。我记得那次事故，江淼的右手，对，右手留了一道疤。不过这话怎么你问我？我刚才就想问你了，你昨天不是跟江淼过节去了吗？怎么状态这么差？吵架了？昨天嫣然不舒服，我去陪她。江淼打电话给我闹事。我没有闹，我是在向你求救。果然又是因为那个宋小姐。不过宋小姐那事肯定有蹊跷，江淼的为人咱们俩都知道，她不可能干那种事。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是他把嫣然推到马路中间，嫣然才遭遇车祸，从此不能走路。为什么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我？唯独你不信。行了，工作时间，我不想谈论我的私事。有空在这里聊江淼，不如赶紧抓紧时间确认死者身份。死者就是我呀！行，我不跟你争。关于死者还有别的信息吗？死者子宫增大，符合孕期生理特征，是个孕妇，母体遭受致命创伤，胎儿也伴有致命性损伤，左手有明显的伤痕，可能是为了保护胎儿所致。对不起，宝宝，妈妈没有保护好。真是个畜生，连孕妇都不放过。老傅，你说这死者的丈夫，要是知道该有多伤心。思豪，你会为我和宝宝伤心吗？深夜出没在衣着暴露，身上还有粗暴的痕迹，我估计他们应该没个丈夫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她应该是一个怀了嫖客孩子的站姐。
你错了，我不是。等等，江苗也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江苗也怀孕了。她本来打算昨天晚上告诉你，给你一个惊喜的。不可能，他肯定是在骗你。他为了和嫣然争，什么谎话编不出来？嫣然，你怎么句句不离嫣然？老夫，你现在是不是对江淼的偏见有点太大了？一个女孩独自一人来到缅国，她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她只有你一个丈夫。万一她真的怀孕，手上的右手，那这尸体很有可能就是江淼。行了，她根本不可能怀孕。自从嫣然来了缅国，江淼就变得多疑善妒，你没资格当一个母亲。思和，你说我不配当你孩子的母亲，那谁配？宋嫣然吗？他可是杀死我和你孩子的凶手。我建议你现在最少要给江淼打个电话，确认一下他的安全。没空陪他玩。行，你不打是吧？我打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我接。江淼的电话打不通，现在死者的身份有疑点重重。老夫，你就算是为了排除死者身份，你也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吧。打呀！妈妈，夫人在家吗？医生，夫人昨晚说要和您约会，9点出门就没有回来过了。手上的右手，孕妇有深夜未归。老夫，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？思和，如果你知道死者是我，你会为了我把宋嫣然绳之以法。你说话呀！嫣然，你怎么在这？思恒哥哥，天气预报说今天还会下大雪，我的腿……别怕，等我忙完就去你家陪你。傅思恒，他的腿没事，你温柔抱着，是杀害我的凶手啊！你不能现在就跟我回去吗？我想和你一起吃晚饭。不行，为什么？我得回家找江淼。思恒哥哥，你找江淼姐姐做什么？昨晚市里发生了警员，我们怀疑死者是江淼。应该不会的，江淼不会死的。不可能是江淼姐姐！你怎么知道？你看，今天她还给我打了通电话。她骗人，她杀死我之后抢走了我的手机。四哥，你不要相信。我就知道，他是故意不接电话，故意玩失踪。这个江淼，一天到晚不折腾就不得安生。他打电话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让我离你远一点，你说什么了？他还骂我是贱人，是小三。为什么当初那场车祸没有直接把我撞死？如果我死了，就没有人跟他抢你了。我没有。荒谬！是他把你害成现在这样，他凭什么骂你？思恒哥哥，我不想跟他抢你，我只是害怕。我知道是江淼杀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介意你的存在。思恒，那是因为我爱你，命和美。
昨天我去你家，敲了很久你才来，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出门杀我，出事的人是我。我那个时候你不在家。我睡着了，没听见你叫门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，毕竟昨晚的命案太残忍了。思恒哥哥，这命案是怎么回事啊？凶手对一个孕妇痛下杀手。是孕妇啊，太可怕了。那她老公没有陪在她身边吗？对啊，傅思恒，你为什么要爽约去找这个女人？这个孕妇可能是做皮肉生意的，没有丈夫也很正常。我不是，傅思恒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说这些话，有把我杀死的一面。就算是小姐，凶手也不该如此残忍地破坏她的面目，还切掉了她的手掌。是这么穷凶极恶的罪犯，必须尽快把他捉拿归案。好可怕！思恒哥哥，那你们有发现什么凶手的线索吗？你就是凶手！安全起见，你最近就乖乖待在家里。但我一个人在家害怕，思恒哥哥，我能不能寄住在你家呀？事出有因嘛，江苗姐姐应该不会生气的。是他把你害成这样，他有什么资格生气？走吧。傅思恒，那可是我们的家。先生，夫人，夫人还没回来。没有，夫人，我一天一夜没回来了。先生，要不要报警啊？思恒哥哥，江苗姐姐，该不会是生我的气了吧？要不，我还是走吧。你走什么？要走也是他走，家都不愿意回，换什么妻子？那你把别的女人带回家，算什么丈夫？先生，宝妈，你回去休息吧，这里不用你。好吧。江苗姐姐不在，我今晚能跟你住吗？不行。可我一想到那天晚上那场车祸的画面，思恒哥哥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睡着，我不会打扰你休息的。可是，你是怕江苗姐姐生气吗？她连家都不愿意，生不生气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今晚你就睡这里。不是我不愿意回家，是我没法回家。傅思恒，你怎么能和杀死我的人睡在我们的婚房呢？江苗，我赢了。思恒哥哥，你能帮我去洗澡吗？既然这……什么？面部重塑专家到了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思恒哥哥，
面部重塑技术很厉害吗？很厉害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我就是好奇，死者的脸不都已经被硫酸毁了吗？还能复原？能。这次来的是最权威的专家。那只要能确定死者的身份，再排查他的关系网和最近的通话记录，很快就能锁定凶手。终于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怎么？宋嫣然，你就等着被绳之以法。任教授，您是面部识别的专家，之前帮忙破获过数千起大案，这次案子能有您介入，应该很快能知道死者是谁。过誉了，稍等1分钟。打败他。你要知道死的是我，凶手是宋嫣然，你会作何反应？谁的钱包啊？我的。您看这账号看，还放了照片呢。江淼自作主张放的，一直忘了拿出。拿出来干什么？今天联系上他。不回消息，也不接电话，越来越无理取闹。有本事永远别回家。你这恕你所愿，我再也回不去。成功了。你马上就能知道，我没有骗你。江淼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他？江淼那么一个爱漂亮的女人，怎么可能是这具丑陋的尸体？可事实胜于雄辩呀！怎么，死者是你们认识的人？傅法医的妻子。哦，这陈教授，他们认错了是不是？世界上相似的那么多，怎么可能是江淼头？爸，你别这样。不是的，你走。你们听我说，我从事2维图像重建已经20余年了。根据过往的经验，该生像你傅法医妻子的重合率是，不是他，对不对？重合率是99%。死者应该就是您妻子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说一次！我问你这干什么？冷静点。傅法医节哀吧。妻子又没死，我结什么？我结什么？走，我结什么？走，江淼没死。你说话呀！江淼没有死。思恒，你现在失控，是因为难过，是因为爱我吗？可是我昨晚向你求救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是江淼的信息，是江淼的信息。什么？我的信息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他的手机绑定了我的附属卡，简直早早说他死。结果他现在正在外面租我店里挥霍。不是，我没有，是宋嫣然，是宋嫣然抢走了我的手机。不应该呀！你什么意思？我妻子没死，让您失望了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2维图像重建法没出过错。我觉得好了，天色也不早，陈教授请回吧。你这是质疑我的技术吗？死者面部软组织破坏严重，面部重塑准确率会降低。就算是首屈一指的陈教授你亲自处理，准确率也只有50%。行，既然你不相信我的技术，那你们另请高明吧。陈教授，
老夫，你这发什么疯了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他本来就犯了技术这样的错。江淼这个女人正在外面勾，她怎么可能是死者？老夫，你冷静下来想想，江淼平时根本就不喜欢纯金戴银，那你怎么可能半夜去碰见？谁说她不喜欢？我送她的每一件首饰，她都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。因为那是你送的呀。我喜欢的从来都不是珠宝，而是你啊，思恒。我还是觉得不对劲。那你想做什么？小周，你去把珠宝店的监控调出来，是不是江淼？你查过就知道了。你觉得不是江淼还能是谁？不是江淼，那就有可能是凶手江淼。对，是宋嫣然。他杀了我之后抢走了我的手机，他知道我所有的支付密码都是你生日。无稽之谈，凶手怎么可能知道支付密码？可你不觉得这一切太巧合？江淼失踪，受伤的右手，还有如此相似的面孔。行了，巧合就是巧合。再说，江淼还欠嫣然一双腿，他用一辈子来赎罪，休想跟你一死了之。傅思恒，原来你刚刚难过，不是因为爱，只是怕我死了之后没办法给宋嫣然赎罪。你就那么想要江淼死吗？你说什么？之前我就强调，死者很有可能就是红灯区的失足妇女。我不是，说不定他就是因为太放荡才会被人杀。我没有。傅思恒，尊重死者，尊重死者是你作为一个法医的基本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。你现在这样对死者泼脏水，你对得起你的职业？我只是在陈述我的观点。你之前也说过，凶手对死者有极强的仇恨情绪，在这儿没人那么恨江淼。怎么没人？那你说是谁？宋嫣然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怎么提到我了？宋嫣然，你还敢来警局？嫣然，你不是害怕我家门口的狗吗？怎么一个人跑这儿？思恒哥哥，那只狗现在见到我，可乖了。你出门时穿得很薄，我担心你下班会冷。王妈又不在家，我就擅作主张过来给你送外套。你不会怪我吧？谢谢，但以后不要送。江淼不喜欢别人进厨房。你都把人带到家里了，还在乎我喜不喜欢？都把人带到主卧去了。老傅，那江淼要是再几天不回来，你傅家的女主人是不是都要换？江淼是我的妻子，她会回来的。你误会了，现在杀人凶手没找到，思恒哥哥担心我一个人，所以才让我住过去的。宋嫣然，你就是凶手，而我老公竟然会担心一个凶手。办案都累了吧？我带了水果。我们这儿没刀削皮，不吃。我有。是那把刀。嫣然，你怎么还随身带刀呀？划到你怎么办？多危险！我会小心的。林登哥哥，有吃吗？开别，我可无福销售宋小姐的水果。还有，麻烦你把称呼改改。我是家里头的独生子，没有乱认妹妹的好习惯。你，思恒哥哥，那你吃。很好吃。
谢谢。傅思恒，那可是杀死我的刀，别人吃我不管，为什么偏偏是你呢？哦，对了，不是说今晚有专家过来做面部重塑吗？他人呢？走了。被某人气走了。那面部重塑不做了？哦，我看宋小姐好像对这个结构很感兴趣。做，要看看。好。怎么样？看着眼熟吗？认出来了吧？宋嫣然，你现在知道害怕了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看不是不小心，是心里头有鬼。明德，不，那怎么一看到图片就如此慌张？怎么会是江苗姐姐呢？她那么善良，她怎么会被杀呢？宋嫣然，你在装什么？你就是凶手！没事的，是技术出错了，江淼没死。真的吗？蓝薇，你还这么担心呢？他就因为你，到现在都不肯回家，还在外面买珠宝，都当妻子了，还这么任性。思恒，我多么想你说的是真的，我只是在任性购物，而不是跟你两个。伯父，那珠宝店的监控摄像还没回来，你怎么肯定那是江淼？因为她是我妻子，我了解。监控拿到了。什么监控？江淼在珠宝店的监控。不是已经确定消费的是江淼姐姐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浪费警力去调查？因为不排除有人冒充江淼。怎么可能会有人假冒江淼姐姐？没事儿，看监控吧。看完之后你就知道你的猜测有多可笑。可笑的是你啊！天已经晚了，明天再看吧。我们先回去休息吧。证据都在这儿了，你忘不回去？宋小姐，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我只是担心思恒哥哥的身体。江美姐姐不在，我要替江美姐姐照顾好她。不需要你照顾我老公。我们回去吧，这个案子一时半会儿是调查不清楚的。跟案子没关系，我只是想知道江淼在哪。他在地狱。现在就可以。我先说，如果待会儿视频里出现的没有江淼，那咱们就得考虑死者是江淼的形象，并且马上开始调查最近他接触的。我累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这个凶手，别想走！思恒哥哥，来都来了，一起看看。我知道你姓单，担心他，看了能安心一些。这不是我。视频里的女人戴着个头巾，头有一直低着，这根本看不出来是谁啊！周，还有别的监控视频？好儿，你也知道，眼膜监控太少了。这个衣服和围巾我见过，好像是江淼姐姐的，我见过她穿过。没错，是我送给他的。好看吗？现在缅国也不冷，怎么突然想起来送我大衣跟围巾了？你穿着好看。谢谢老公。曾经多么美好的礼物，如今却变成了掩盖真相的证物。早就说了是你毒气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吧？等等，鞋子，鞋子怎么了？视频里女人的鞋子和宋小姐一模一样。宋小姐，视频里的女人是你。说话！思恒哥哥，你也怀疑我？从我家到警局，
路上确实会经过珠宝店，算算时间也能对得上。嫣然，我没有去过珠宝店，我为什么要冒充江苗姐姐？因为凶手不想让人知道尸体是自己，所以故意伪造他还活着的假象。他的意思是，死的人是江苗姐姐，而我是杀人凶手。你太过分了！那你该怎么解释你脚上穿的这双鞋？我款式一样的鞋，那不很正常吗？不正常，这双鞋子是限量款的，整个缅国只有1双，我老婆想要我都没法卖给她。我印象里，江淼也没有这双鞋。宋嫣然，这次我看你该怎么狡辩。对了，你们怀疑我之前，是不是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？什么？我的腿无知无觉。医生说我这辈子都没有站起来的可能了，又怎么会像监控视频里的那样走动？思恒哥哥，你相信我。虽然我的腿是江苗姐姐害的，但我不恨她，更不会害她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是知道我对你的心意的，你爱的人，我又怎么会伤害他？嫣然，他骗人，他的腿根本就没事儿。思恒，要相信他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嫣然，我相信你。嫣然的腿是医院整到的，监控里的人不可能是他。宋小姐的就诊记录我会再去查。你还是不相信我？我只相信证据。宋哥哥，别怕，你是清白的，他喜欢查就让他查个够。好，手机。这是我们搬过来之后我送给他的平安符，真是假的？我早就说过，他是为了气我才离家出走的。希望江苗姐姐早点休息，赶快回家，别让我们担心她了。宋嫣然，都是让我失去了回家的机会。那既然他手机开机了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不要！你慌什么？很晚了，江苗姐姐应该早都休息了吧？打吧，让他别再找事。把手机拿出来！拿出来！一个人赃票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不是江淼的手机，是医院的电话，我可以接吗？接。我才没有那么傻，来之前就已经处理掉手机和衣物了。我看你们怎么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明明真相已经在眼前。是我，为什么？肖明德，你这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为难一个双腿残疾的女人，你简直太过分了！但我直觉这件事情，办案能靠直觉吗？思恒哥哥，医生说什么？医生让我明天去医院给腿部做复查。都是江淼。明天我陪你去。你真好。他的腿没事，思恒，你不要相信他。今天就到这儿，你要是怕我先送他回去。思恒，我也好了。
咱们为什么来这儿？现在死者的身份没法确认，那就只能从特征查起。既然死者是孕妇，那来医院的妇产科查最合适的。请问我可以帮什么忙吗？麻烦问一下，这几天有没有就诊有异常的孕妇？你稍等，我帮你查一下。明德，哟，带着你妹妹来查腿啊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来这干啥？查案。对，死者怀孕了，确实可以从孕妇入手。你就不想看看结果吗？查案是你的工作，我只是法医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。可是江淼他又来了。昨天我们刚确认，我的妻子还在外面购物，而且她也根本未死。只是要把我气死。江淼她真的怀孕？她怀孕了，不跟自己的丈夫说，然后告诉你一个外人。我本来是想在新年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，可谁曾想，我再也没有机会亲口告诉你。江淼姐姐和萧景波的关系真好，没你们俩关系好。妻子失联了好几天，就跟妹妹住一块。邱明德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个孕妇来预约了产检，但是一直都没过来，也联系不上。你还记得她的名字吗？叫……我给忘了。你们等等，我查个资料。思恒哥哥，我好像把钥匙落进诊疗室了，你陪我去找一下好不好？等会儿再陪你去，在医院丢不了。我能不能快点啊？要是实在找不到的话，找下，大概的找下。身高大概在1.68米左右，跟我差不多。皮肤白，大眼睛啊，笑起来很好看的。思恒，我要做你的妻子，然后陪你去缅国。动作快点！好。找到了。哎，陈小玲。不对呀，陈小玲在下一张资料，这是我的。哎，我明明记得有孕妇的资料，去哪儿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孕妇的资料不见了。连老天爷都在帮你，江宇，说明你该死。明明下一张就是我的资料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麻烦你再好好找一下，那张病历到底去哪儿了？昨天是医院整理归档纸质病历的日子，那个孕妇一直没有时间过来更新病历，就被收拾起来处理掉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没有备份吗？有电子病历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要不这样，等我查到了再联系你们。好，麻烦你找到了第一时间联系我。是联系我。你这个法医不是结束工作？明德，一根筋很容易走到死。孕妇这条路走，那就从红灯区失踪的女人方向入手。红灯区的调查方向是错的。行了，老夫，我还不用你教我查，赶紧带着你的好妹妹查腿去。我要来家吃饭。别走！头发刚从老夫身上薅的，送去鉴定科查一下此具胎儿跟老夫的亲子鉴定。涛，你还怀疑死者就是傅法医的妻子？尽管我也不想。对，那直接匹配死者和傅法医妻子的 DNA， 这不就行了吗？对呀，走。苗苗，别生气啊，还没生气。差不多得了。思恒，此人怎么会回信息呢？江淼，你终于知道了。老夫，我呀今天带个同事来你家蹭饭，你不介意吧？
对了，你家这厕所在哪儿？B1路。傅法医，找到了。萧警官，更难。我这不是来上厕所的吗？那怎么会呢？我这一看见宋小姐你了，我想上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哎，别动，小心点你残疾的腿。还原正法，吃饭了。去鉴定。你们吃，我先走了。小周他还有点工作要忙，咱们先吃。怎么样？今天联系上江淼？没有，他不接电话，也不想留下。思恒，我就在这儿，只是你再也看不见我。先生，汤好了。行了，不说他了，吃饭吧。慢点喝，很烫。好吧，我来吧。你这腿不是没有知觉？宋嫣然，你露馅了。我就知道。先生，要不要报警？等等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我说的是汤，可惜王妈熬的汤了。你撒谎！我的腿残疾了，感知不到疼痛。抱歉。宋嫣然，永远的隐瞒真相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嫣然，你不用这么证明自己。我只是不想让你怀疑我呢。好吧，带嫣然去收拾去。好吧。思恒，我认输，真相永远都不会再浮出水面。都酒足饭饱了，你还拉我进来干什么？我想求你一件事。说来听听。你不是警察吗？帮我找找江淼吧。你也觉得那个尸体不是？我只是想让他快点回家。那个凶手那么残忍，说不定会再次犯案。行。我刚才来你家路上冷死了，给我找件外套。自己挑。老婆，昨天宋嫣然给你拿的外套，也是从这儿取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这衣架这么高，他坐轮椅，他怎么把衣服拿下来的？你出门时穿得很薄，我担心你下班会冷。王妈又不在家，我就擅作主张过来给你送外套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昨天不在家，没人能帮他。会不会他用了什么工具？你觉得？肖警官这是要走了吗？明白，谢谢你，但是我死心了。今晚过后我会离开。嫣然，你最近真的没见过江淼？当然没有，你怎么这么问？希望你不要骗我。思恒哥哥，
我永远不会骗你的。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肖警官不是要走了吗？抓紧吧，不然天就黑了。不急，你还要干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这儿又不是你家。妇产科对吧？失踪的孕妇找到了吗？她的名字叫什么？江淼。你说她叫什么？江淼，渺小的淼。登记的亲属名字是傅思恒。江淼，真的怀孕了？早就和你说过，你为什么不信？思恒，原本我和孩子也会很幸运。那江淼姐姐更不应该离家出走，她一个孕妇在外边多不安全啊！对呀，为什么没去做产检？她为什么不回家？因为我死了呀！江淼姐姐真是的，太任性了。你闭嘴！到现在都还没意识到，你什么意思？江淼的失踪时间和我们发现尸体的死亡时间是一样的。不会吧？江淼她走了家，不会一个人去那种地方了。是作业人谎骗我过去的。他说你会在那里等我。肖警官，你不要胡说。是不是胡说？你待会儿就知道。哦，报告出来了。这是死者胎和你傅思恒的亲子鉴。你做好心理准备。就算江淼怀孕了，她也绝不可能是死者。根据现有的监测数据和情况分析，傅思恒和死者胎儿之间存在说亲生父子关系。爸爸，终于知道你的存在。这报告一定是假的，我以我的职业歧视，这报告是真的，一定是哪里说错了。对，是不是这个样本有什么问题？那你再看看这一份，这是江淼死者 DNA 的比对测试。你刚才去厕所就是为了找样本？对，这份你自己看吧。他不会死。几乎是100%应该的，你就别再骗自己了。为什么？江淼怎么会死？我会死的。你这么细腻的人，能那么轻易死？大半夜穿成这样，很有可能是站街的，深夜出没在环岛区，衣着暴露，身上还有粗暴痕迹。我估计他们应该没有杀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应该是一个怀了漂浮的女生。我就是个混蛋，我错了，淼淼，你们别放我好吗？我错了，你回来吧，淼淼。思恒，你终于知道为什么家里会不聚。江淼姐姐在天之灵一定不希望你这么难过的。思恒哥哥，请节哀，以后我会陪着你的。你陪我，你又不是他，我谁都不要，我只要我的淼淼。他已经死了。你知道他被杀害，还给我打过救助电话，我还以为是因为我去陪你，才跟我闹脾气骗我。对不起，要是我的腿没有受伤就好。宋嫣然，你说过你不会骗我。当然。你的腿真的受伤了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怎么回事？
你双腿残疾，怎么能够到这个外头？我用棍子。家里哪来棍子？我就这样一拽，他衣服就掉下来了。你家是特制，怎么用力都拽不下。四恒哥哥，这个重要吗？重要。孙，我来之前特地调查了你的医疗记录。当年给你腿部做手术的医生拿了一大笔钱，改名换姓，带着妻女移民。而你现在的主治医生，每次只给你开一些无关痛痒的维生素片。所以你根本就没去。当年那几句话是你自导自演的，对吗？我还错怪了那么多。淼淼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听我说。我早该明白，我早就该知道。四恒哥哥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要不要我把你的主治医生拉过来跟你对峙？监控里的人也是你，对吧？是他。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。案发那晚，我在你家门口敲了很久的门，你说你睡着了。其实你家红灯区吧。四恒哥哥，你怀疑是我杀的江苗姐姐？宋小姐，我们调取死者通话记录，发现出事那晚你给他打过电话。你听见他说话，孙然，你最好老实交代。我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你是出了他的账。是，我爱福斯，可是勉强算个动机。那凶器呢？没有凶器，你们怎么定我的罪？刀，是那把水果刀。我们一定会找到凶器。死心吧，我没罪。四恒，你快点想起来，是他带去警局的那把水果刀。凶器，凶器应该是把水果刀。我赢。是那把刀，什么刀？就是他带到警局的那把刀。那把刀应该还在警局，你现在马上回去，把那把刀从学院和指纹鉴定，快！我不要！果然是装的。你现在的表情跟江苗死之前一模一样，震惊、恐慌。爷爷，四恒哥哥，你为什么这个眼神看着我？真的是凶手。就是我，就是我。江淼的手呢？你把他手藏哪儿了？你还记得你家门口那条狗？那只狗现在见到我，可乖了。这狗可比人好驯服多了。我给它煮了块肉，从那以后，它见到我可乖可亲了。你这个疯子！我是疯了，那也是被江淼给逼疯的。我四恒，我爱你，我比江淼还爱你。我甚至可以为了你
杀人！我杀了最爱的人，他还怀着身孕，让他狗该死！你是我的，只有他死了，你才属于我，永远都不会属于你！不要走，不要为了他做傻事儿。陆枫，你冷静点，你没有必要因为这种人毁了你自己一辈子。奇怪，什么我做了这么多，你还是不爱？你的爱不是我的自己，会有法律制裁你。没有人可以制裁我的爱，只有你。傅思豪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向你去死！好啊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刘浪，是我自以为是，替你赎罪，却不愿相信你根本就没有错。是我没把你绝望中的求救套回去，你一步一步推向死。是我亲手毁了我们的幸福。忘了告诉你，钱包里的照片是我偷偷放进去的，就是为了想你的时候再看看。可是只有照片怎么够？妙妙，那天晚上的烟花真的好漂亮，我要是能和你一起看就好。淼淼，淼淼，我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淼淼。思豪，都过去了，你别哭了。为何绚烂交回头？为什么人们却亲手上一把锁？不甘不得不休，求人自你能看见我了？为爱，为爱，为爱，都只是为我。为何绚烂叫人足红？为何爱我是与我牢笼？为何等待都徒劳无功？为何承认这也像困兽？越珍贵越浪费，致命的伤到深于情理，越追问越无解。写在笼中，只为困住。啊，听说傅法医真殉情了，还是在解剖室。桃，好好上班，回家吧。